大笔触，果断的让这个包包发生一些形变，就不要那么方，太圆跟太方它都不是很好，方中带圆，圆中带方才比较耐看。这笔是湿，旁边是干枯的笔触，它是一个背光，它同时也是表现黑色块的地方，加上它也是一个裤子的体积，一个暗面。摆笔的时候呢，一方面你可以顺着已有的参考形状的轮廓去摆，再有一个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是圆柱体的体积横向的摆。竖着摆呢，它会强化它的流线长条的感觉横着摆呢，它会弱化这个长条的感觉，反而会有一个方印感。所以我平时画到这个部分呢，都是横着摆笔比较多。收口的地方，我一般会让它有一个冲出去的线。这种方式呢，会让人感觉到它这个轮廓形，它不会收得特别紧。太紧的感觉呢，一方面会抢了头部，抢了视觉中心，再有一个会让人感觉它这个裤子没那么生动没那么松。这个部分出来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往上推。那往上推呢，我就换一个灰颜色的笔。这相当于另外一个头，等于说我们画一个人呢，他有2到3个头，这个是头本身。这个呢，说它是一个头，是因为它有头的功能，它也是一个黑色块，然后它也是有一个过渡有色阶、有深、有亮、有灰。外轮廓的线细一点，内轮廓的线会粗一点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露出一些精细的小手指。这就形成了一个节奏。衣领的部分，衣领跟头部衔接，它是一个重要的局部的深入细节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一方面可以用黑色块跟白色块衔接，黑白黑白黑。前面的裤子它非常的深，后面呢，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黑颜色，它两个裤子的距离马上又会被拉得很近，体现不出放在后面的这个空间感。所以说画到裤子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大胆的运用这种前黑后灰的颜色去衔接，让这个走路的感觉更强烈，就是它走起路来，这个衣服它会往前荡开，增强它的动势。这个部分呢，就像堆堆袜有些我们女生穿的一些袜子或者裤子，它由于受到重力的影响，它往下垂的时候，它的末端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它的长度是比它原来的腿要长很多，它多余的空间它形成一个堆积感，堆在它的脚踝的地方。所以像这些地方，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做出这个折叠厚重的裤脚的感觉。这件衣服的后面，为了让这个白色跟这个亮灰色分开，所以我们这里用枯笔，这里是湿笔。鞋子
我们做的是它的侧面结构。把黑颜色很黑的颜色做上去之后呢，再用灰颜色把周围串起来。白笔呢也是一样，根据它这个裤脚的边缘型先锁边，锁好了边之后，它这里就不会有这么多白洞噪点。锁完边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根据鞋子的结构的朝向面啊，它是往这边走的，就跟它结构去摆笔。这里是朝正的面，这朝侧，正和侧之间挤压出一些高光。我们这个笔头沾到了黑颜色，它这里就变成了灰、中灰，甚至是深灰的墨色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去沾很黑的颜色，它也能画出比原来的这个颜色深。为了衬托这个衣服很宽松，所以像画到鞋子啊、手啊这些头的地方，手指末端这些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微微让它有点翘，这样会更显得它精巧细致。粗和细都是对比出来的，正如干和湿、长和短、疏和密，这些都是一种对比。有了对比，它就有节奏啊，这个下半身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调整。调整主要是调整它那些串联的，串的舒不舒服。比如说像这里一整块很黑，这里呢白的地方显得很花，这些是需要调整的。把黑的地方黑的有形状。调整呢不是大的改动，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优化。这个时候就要站在看画者的角度去看这张画，很直观的看它哪里乱，哪里显得很花，哪里显得这个结构有点错位，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一步里面解决的。这个地方是它的底面，这里是侧面。那再画到这两个面呢，里面的一些白点可以扫掉，它是背光的。白的地方我们尽量放在受光区，背光是暗的，受光是亮的。这个包包头对着我们，尾巴远离我们，所以我们后面不要去把它框住，只是要刻画它前方。这里为什么是灰色？因为对于这个区域来讲，它是前面，它们两个都是后面，所以两边它都可以灰，前面是实，就像这里一样哈，这里是实，两边都是虚。边缘轮廓串起来。为了突出这件衣服啊，围在腰间的这个衣服，我会把衣服的靠近裤子的这个夹缝给它压黑，把衣服挤压出来。后面的裤子做一点点跟前面黑颜色的过渡，并且给它化开，利用这个笔触的湿的感觉啊，给它把浓的这几点给它化开，让它融到一个面里面。同样，这个鞋子也是转折处。虽然说它在前，它在后，但是它们距离是很近的，所以说像这个部分的凸起的高棱，我们也是要给它做的强烈一点。好，处理边缘，边缘不能太锋利，因为边缘它还有一个亮灰面，太锋利的话，这个边缘就显得很单薄。好，那这张画我们就完成了。